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还在平遥古城里面。在清朝的时候，平遥古城相当于是金融中心。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上海，那既然是金融中心，肯定有很多钱庄、票号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票号，就是钱庄。据说呢，里面还有几百平方米的金库，摆满了金银，有银两、黄金等等。说到金融中心，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。还有我们国家的上海，其实在差不多100年前的晚清时期，我们国家也有一条类似华尔街的金融街。这条街的金融机构曾与清王朝财政紧密联系。这条街不在上海，也不在北京，而是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平遥县。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当时国内的金融体系主要分为2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外国资本银行，当时欧美很多国家的银行都来到了我们国家。另外一部分呢，就是本土票号和钱庄。在当时票号最多的时候，全国总共大概有50余家，其中呢43家分布于山西，而平遥县就占了22家。当时国内的第一家票号日升仓就诞生在平遥。现在平遥古城里面还保留了很多之前票号的办公地以及总部。从这些数据也能够发现平遥当年的位置有多么重要，甚至说晋商在全国的权重有多么重要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平遥古城，目之所及的全是古民居。按照统计，现在平遥古城里面的古民居还有几千栋，所以说平遥古城也是我们国家4大古城之一，历史非常悠久啊。按照记载，平遥古城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这个日升仓票号，它的名字是取自如日初升，繁荣昌盛，可谓是百年昌商啊，业绩飞煌，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，并且一度操纵了19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。它是我们国家第一家专营存款、放款、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，以汇通天下、天下第一号闻名于世。一进大门，我们就看到的是柜房，这个很好理解了，就是客户可以在这里办理存款、取款、汇兑业务，就相当于我们说现在银行的柜台一样的。这里还有几个雕塑，就是工作人员在这里办理事情，可以看到有很多银元呢，因为那个时期跟现在是不一样嘛。第一级院落呢，这里就是账房，它是总理全号账目，并且呢负责银钱出纳的重要内部机构，有账房先生1人、副账1人以及帮账1人。平时呢主要就是负责核算各种账目，年终呢则比较忙碌，负责汇总总分号的业务，整理清单，经过掌柜的审定之后，交由股东进行经营汇报。他这里的分红啊，并不是每年要进行的，而是每4年进行一次分红，叫做大账清。在这个日升仓实行的是深股制，这种分红呢，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，必须在这个票号工作多少年，并且期间呢表现良好，工作勤恳，没有过失，经考核由掌柜向东家推荐，经各方股东认可之后方可得到，就相当于有个考核制嘛。这个也算是职业经理人的一种制度。在山西票号有这样一种规则，就是东家投资人他是不管理的，那些掌柜管理者是不投资的，这个就是他们票号的一种制度，就是那些投资者我只管分红。你比方说乔家大院，他是东家，他投资建立一个票号一个银行，那么他会请专门的职业经理人来打理这个票号，内部的管理呢完全由大掌柜说了算，乔家呢定时看报告或者等着分红就行。像这些呢就是账房式，在这边不管是协同庆票号还是日升仓票号，它里面的布局啊基本是差不多，最外面的基本都是柜房，然后过来一点点呢一进院落都是账房等等。在这个票号里面是会放元宝的，这个就跟我们很多地方放招财猫一样。上头这个是官银，您发现这元宝民银跟官银有区别吧？对，官银的形状形同官帽，当时大掌柜的足够有钱，但是他缺一点社会地位。人们所说的古往今来，有了钱呢就想追求权，官银就是权力的象征。
所以当时大掌柜的太有钱了，但是他没有地位，士工农商，摆放官银，也是想让自己的身价再提高。在这里放元宝的作用，一个是招财进宝，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这位导游讲解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前很多大家族他特别重视小孩教育的原因，从小让他读书，让他去考取功名。你就像在山西那个黄城相府，他们家族要求他们的子弟先考取功名，实在考取不上才回来继承家业，回来处理家里的生意。在这里的意思就像导游说的，他这个票号的掌柜富可敌国，但是呢他还是比不上其他的一些人。在院落最里面就是经理房，也就是大掌柜办公的地方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董事长、总经理的职位。在票号里面的事情无论大小都需要大掌柜过目，因为这是跟钱有关，所以平常大掌柜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。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像这些票号都是实行股权分离制度，投资人和实权人不同，所以呢在票号里面基本上是大掌柜说了算。当然了，他下面还有二掌柜、三掌柜，主要是协助大掌柜处理事情。既然我们来到了票号和钱庄，肯定就要看看他们存放银两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当年的银两可以说是数都数不完。在巅峰时期，当地的老百姓是这样形容这个票号的：拉银两的车每天是源源不断的进入钱庄，却从来没有看到银两往外拉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庞大的金库看一看，里面呢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到底存放了多少两白银和黄金。我们现在去银行一般说存款还有取款，而大额的叫提款。那么大家知道提款是怎么由来的吗？我现在是来到了协同金票号里面，看到这里有一口井，这不是真正的井啊，下面是协同金票号的金库。比方说你如果拿着票据汇票来协同金票号兑换白银的时候，那么金库里面的人就把那个白银放在篮子里面，然后提上来，那么提款就是这么由来的。所以现在很多种说法都是根据之前的一些习惯来的。你像我们说的解手，就是当时明朝初年洪桐大槐树下面大移民产生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金库里面看一看。刚才我们说日升仓是最早的票号钱庄，而这个协同金呢，后面是全国最大的钱庄，那么这个金库自然而然也是最大的。这就是进入金库的通道，比较狭小，只能供2个人并排通行。这也是为了方便于管理，也是为了安全，因为当时工人搬运银两的话，一定要井然有序才行。由于在当时经商非常繁华，导致当时的票号、银两、黄金等钱币的需求量比较大，所以呢，他们对金库的要求就比较高，不仅要安全隐蔽，还要方便运输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地方就是协同金钱庄的地下金库，总的占地面积约300余平方米，是由10孔窑洞组成。这些窑洞的功能也不一样，有存放银两和黄金的库窑，还有库管人员办公的场所、会计和出纳人员的办公场所，以及安保人员等等。在这里呢，24小时都有人值班。现在看到的这是一根盘轮柱，是在金库最中心的位置，也可以说是平遥古城的镇城之宝。据说呢，这个盘轮柱呢也是在平遥古城的正中心。正常来讲，在古时候龙在民间是不允许使用的，为何在这里却有呢？相传这根盘龙柱是明太祖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的，它是由一根千年樟木精雕而成的。有一种说法是刘伯温他是平遥人，所以呢这根盘龙柱呢就出现在平遥。那至于这根盘龙柱为何最终到达了协同金的金库里面，谁也说不上来。这个盘龙柱在这里的作用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相当于要护佑整个金库的安危，是一种那个美好的愿望。这里就是财库，里面呢就是存放金银的地方。它这里呢分为金库和银库，就是存放白银和黄金的地方。因为算是2种不同的钱币，所以要分开。现在我们先去金库里面看一看，它这里的存放银两的地方还分为固定的和活动的。
固定的就相当于我们眼前看到这些仓库，从外面拉回来的银两或者是黄金，经过入库之后就放在这里。而活动的就是需要提款的那些，它全部是分开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些就是黄金呢，金光闪闪的，让人非常震撼呢，真的是无法想象当年这个钱庄里面到底有多少银两。现在金库里面是为了游客观赏方便放了这些金光闪闪的，那么在100-200年前，这里面放的可是真真实实的黄金呢，数量相比现在可是有过之而不及呀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据说这个金库最多的时候存放了3000万两白银，黄金呢更是数不胜数，比当时清王朝的国库银两还多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当时全国1半的黄金都在这里。可以想象这个票号钱庄的实力强大，我们现在都看得眼花缭乱，当年更是如此啊，也算是大开眼界。而这里呢，就是存取银两的库房，因为本身这个钱庄上面就有柜台，会办理一些存取的手续嘛，所以可能这些银两呢就在这个位置。而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大型的放银两黄金的仓库，经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10两白银、50两白银，这里应该是有区分的，越大的重量是越多了。白花花的银两啊，大家看看有没有亮瞎你的眼呢？这个太多了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有当年的一部分，因为这个金库呢，毕竟呢每天都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运送进来。刚才我们说，在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只见每天往钱庄里面运送银两的马车，而没有看到往外拉的马车。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那么一直拉这个金库肯定会堆不上不下的。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金库还有票号的一些联系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像山西这种钱庄票号，在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设有分号，就像现在的银行分行。在当时，由于银两和黄金比较笨重，人们呢，特别是晋商，不可能带太多出行，一个是不方便，一个是不安全。那比方说，在当时某个晋商，他可以把100万两白银存到这个协同庆总部来，然后拿上这个汇票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票据，可以去全国其他地方的分号提取现银，就省去了带那个白银或者黄金的麻烦。大家就会有疑问，他把钱存在这个总行，那么外地怎么会存放那么多银两呢？这就是这个票号钱庄他们总部和分部经常会有银两的调动。刚才我们说的老百姓看到那个现象呢，其实秘密呢就隐藏在这个金库里面。答案呢就在这个房间。这个房间表面看起来是有很多兵器，在当时呢是安保人员居住的。最里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口，这个口不是很大，它的作用就是以前秘密运送银两的地方。它是直通平遥县城里面的镖局，银两的通过镖局运往全国各个地方的分部。那么为什么会连接着镖局呢？因为在明清两朝时期，晋商呢是非常强大的，在全国各地方都有着晋商的身影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说带着成千上百万的现银在全国各个地方跑，肯定是不现实的，这就催生了票号的诞生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产生了异地汇兑业务，这样呢就能够满足晋商的需求。那么票号的诞生也催生了镖局的业务，因为钱庄的银两啊要运往全国各个地方，那么这个任务自然而然的话就交给了镖局。我们现在看到这小口就是如此，一个是方便银两能够从金库到达镖局能够保密，另外呢就是假如说金库能够遇到危险，镖局的人员呢马上就能通过这个暗道进入金库里面护卫。这个金库呢大概是200年左右的历史，在当时建设的初期就考虑到了各方面的因素。那么这个金库呢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地下宫殿、地下四合院一样。总体而言，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金库啊，也不得不佩服当年这些票号钱庄的实力强大。其实这个金库这么豪华，恰恰是代表着当年晋商的实力强大。